他本是一位平凡的运输部职员，最终化作光成为了地球的守护神。他虽然是迪迦奥特曼，但他不像传统人间体一样能够和奥特曼一心同体，因为他既是光也是人类。他能做的只有他所认为的力所能及的事。他经历了自我怀疑到坚定守护的自我认知，但在最终他仍然决定以人类的身份继续平凡下去。袁大谷向我们展现了普通人在面对非凡使命时的勇气与担当。那这一期让我们走进平凡大谷的不平凡之路。在胜利队成立之前，大谷只是一位普通的 TPC 运输部职员，但在一次探查外星人踪迹的任务时，彻底改变了大谷的人生轨迹。当时泽井总监与居监会正指挥着工作人员探查此处外星人留下的活动痕迹，可没想到此时一艘外星飞船突袭而至。泽井总监和居监会在工作人员护送下准备离开，然而飞船的目标正是泽井总监。只见他所在的护送车辆被飞船利用特殊能力缓缓吸向空中，在场的所有人全都无可奈何。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年轻人驾着车辆赶到，只见大谷快速从车内爬到台阶之上，一个纵身跃到了泽井总监车前。天哪，你太冒险了，总监绝不能被他们带走。就这样，大谷顺利救下了泽井总监，外星飞船也就此离开了此地。而大谷的勇敢无畏也得到了泽井总监的赏识。之后，为了专门调查这些异常现象， TPC 专门组建了只有7名专员的特别行动小组，也就是胜利队。大谷被破格加入其中，但他并没有沾沾自喜，因为相比较队内丽娜星辰等这些有专业技能的高材生，大谷则显得十分平庸。但凭借着充分的准备与坚持，大谷顺利通过了各项训练与测试，就此开启了胜利队中新的人生轨迹。可同时，地球也面临着巨变，一场横跨3000万年的历史变革正悄然发生。大谷和丽娜在驾驶飞燕1号巡逻途中，突然遭遇了巨大生物戈尔赞的苏醒。此时的飞燕号并没装备攻击性武器，两人也只能发射信号弹作为驱赶。与此同时，一颗陨石的降落揭开了地球危机的神秘面纱，从中剖离出一个超越本时代的时光机器，甚至还能投射出一个人形影像。它名为幽莲，告知着众人地球正在发生巨变。就是大中国的怪兽儿子，可是一头疯癫的怪人梅尔啊！虽然无法确定它的可靠性，但大谷却对此深信不疑。幽莲告知众人，只有复活金字塔中的巨人才能击败戈尔赞和梅尔巴。但在告知复苏巨人的方法时，人形影像却消失了。而就在众人半信半疑之时，又有一头怪兽恰好出现，这也让大谷坚信了幽莲的说法。幽莲说的没有错，那个时光机器是真的，戈尔赞出现，梅尔巴也出现，而剩下的便是金字塔中的巨人。但野瑞通过时光机器提供的线索，准确地找到了金字塔的位置。于是众人驾驶着飞燕号立刻前往此处。在达到目的地后，众队员开始了分头寻找。而大谷在冥冥之中听到了有人正在呼唤他，并且他看到了耸立于山间的金字塔，于是大谷便朝着金字塔狂奔而去。就这样，大谷与众队员来到了金字塔之中，终于看到了幽莲所预言的巨人。然而怪兽戈尔赞以及梅尔巴也正朝着此处赶来，众队员得知后只能先撤出金字塔。怪兽到达之后，竟直接开始破坏起了金字塔，两尊巨人石像在顷刻间被破坏。就在此时，大谷驾驶着飞燕1号直冲而来，发射信号弹阻止着怪兽的破坏行径。大谷虽然躲过了戈尔赞的攻势，但却被梅尔巴的一发射线命中。众队员呼喊着大谷赶紧跳伞，但操纵杆的故障令大谷无法脱身，眼看即将坠入山间。此时大谷突然变成一道光，直接进入到了最后一个巨人体内，而飞燕1号也在瞬间坠毁。就在戈尔赞对巨人发起攻击之时，巨人突然架起手臂格挡，并直接起身击退了戈尔赞。这正是大谷的生命将其复活。面对戈尔赞和梅尔巴的合力围攻，巨人展现了极强的战斗力，不仅转换成力量型将戈尔赞轻松压制，打得其直接挖洞逃跑，并且转换成空中型将梅尔巴一脚击落，最终一发兰帕尔特光炭将梅尔巴击杀。战斗结束之后，大谷恢复成了原样与众人会合，并暂时隐藏起自己与巨人相融合的情况，因为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为何会变成光使巨人复苏。他从怀中拿出象征巨人力量的神光棒，此时的他也并不知道自己所承担的使命有多么艰巨。面对地球产生的巨变以及怪兽的频繁出现，胜利队的武器装备也在加紧开发。同时通过野瑞对于巨人首战的分析，大谷也大致了解到了巨人的战斗逻辑，用红色形态就能充分发挥巨人的威力，这也成为了大谷日后常用的快乐形态。
而就在众人出去执行任务之际，幽莲的再次出现，终于揭开了大古变成光的秘密。你是迪迦奥特曼？不是，我就是我，我不是什么迪迦奥特曼。在你的 DNA 里面，隐藏着伟大的英雄战士基因。面对突然间的身份转变，让大古有点难以接受。虽然拥有强大的力量，看似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但肩负的使命却是不言而喻的。可这也是他甩也甩不掉的命中注定。可是你们有那么多的巨人，难道他们就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吗？奥特曼是不会干涉你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光。但是你不一样，因为你既是光，也是人类。既是光又是人类的双重身份，将他与普通人隔绝开来，他需要独自去承受这一份伤痛与抉择，这也让他陷入到了自我怀疑当中，是否有能力肩负起地球守护神的使命。在后续的战斗中，虽然大古一次又一次战胜了怪兽，但他开始迷茫于战斗的真正意义。拥有这股力量真的只是为了消灭怪兽吗？而这些怪兽真的就应该被消灭吗？可他不知道的是，正是他一次次的守护，也让人类对于迪迦早已有了信赖之情。在面对基里艾洛德人的二次对决中，大古变身迪迦后不敌对方濒临战败，但民众点亮的光芒以及队友的信念重新给了大古力量。他明白，此刻的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意志已经和人们的希望产生了共鸣。这一份力量也帮助他战胜了基里艾洛德人。同时，在与假兽乔贝利艾的战斗中，大古也真正找寻到了战斗的意义。虽然他并不清楚怪兽为何出现，目的究竟是什么，但在当下，他就是为了守护伙伴、守护所爱之人而战。难道这就是答案？为了保护这些人而战，因为他们是我的伙伴，他们是我所爱的人。而这一份坚定的信念，让他更加努力地使用这份力量。就算面对超能力者桐野的暴露身份威胁，在丽娜遭遇危机之时，大古毅然变身迪迦，将丽娜救下。虽然在战斗中迪迦再次遭遇到强敌，但丽娜的一番话再次坚定了大古的内心。迪迦，你的输赢关系到人类的未来，不可以放弃的。这也让大古不顾身份的暴露，也得消灭眼前的怪兽，守护住此刻需要守护的人。就像在后来正木敬武指出他与大古都是特殊人物之时，大古也依然认为，我一直在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和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们一起保护这个星球。人们。这时的大古已经完全接受了迪迦奥特曼的身份，并且以人类的姿态践行着自己的守护理念，而他这一坚定的信念也直接改变了人类原本的发展轨迹。就在这一天，地球上的奇杰拉突然全部开放，而它的出现也预示着人类即将灭亡。因为在3000万年前的超古代文明中，奇杰拉的花粉让全人类沉溺于无忧的梦境之中，但光之巨人并不会干涉人类的选择，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全都离开了地球。最终可怕的黑暗降临，毁灭掉了超古代文明。而现如今同样如此，人们吸了奇杰拉的花粉后，陷入到了美好的梦境当中，甚至让众队员都觉得与其痛苦地走向未来，不如在美梦中灭亡。但大古既是光又是人类，他无法像曾经的光之巨人般袖手旁观，他依然坚信人类并不是那么脆弱。大家可以齐声对地球说，我们是很痛苦，但是即使再痛苦，也要实现比奇杰拉更美好的梦想。就在所有人都幻想着美好梦境之时，大古毅然决然拿出了神光棒，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吧。即使在战斗前期，人类呼喊着迪迦不要消灭奇杰拉，但大古依然践行着自己的守护理念，直至迪迦与奇杰拉战至最后一刻，人们终于觉醒了身为人类的光辉，看到了迪迦为人类的付出，纷纷为迪迦加油打气。这也是基里埃洛德人之后，人类与迪迦信念的正式连结。虽然最终清除了奇杰拉，但接下来的便是最后的黑暗降临。邪神加坦杰厄，这位黑暗的支配者，前所未有的强大敌人，他展现的压迫感几乎让所有人陷入到了绝望之中。但大古早已有了觉悟，此时他的个人意志与光之力量已经达到了极致，这将是信念的终极考验。我要一个人去。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即使队长都不认为有任何胜算。当我第一次看到奥特曼的时候，我还以为我遇到了上帝，后来我才了解到，奥特曼既是光，也是人类。队长，所以大古队员，你们
没有义务去面对一个根本赢不了的敌人，你应该听懂了吧？根本赢不了，我听不懂。随着大古的变身，终极一战开始了。这位曾经灭亡超古代文明的加坦杰厄，的确展现了断层的强大实力。即使迪迦使出最强技强力型栽培利敖光线，也依然无法破防加坦杰厄。但即便如此，大古依然没有胆怯，飞蛾扑火般再次攻向加坦杰厄。而加坦杰厄仅用一发贯穿光线，就将迪迦击败。迪迦也因此变成了石像，沉入了海底。大古还是战败了，但是人类还没有认输。迪迦过往的每一次战斗所播下的希望，那些所有相信光明的孩子们和人们，以希望之光的形式，将这些光全都回流到了迪迦体内。这是人类心中希望的具象化表现。这种人类与奥特曼相辅相成、互相羁绊的展现方式，正是迪迦奥特曼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最终，加坦杰厄也在大古和所有相信光明的人们的合力战斗下被彻底消灭。虽然迪迦奥特曼的力量因此随风飘散，但也让大古的心境再次得到了领悟。其实每一个人都能靠自己的力量变成光的。而这一份领悟也一直伴随着大古，即使后来黑暗巨人的苏醒再次让大古陷入到抉择当中，大古依然坚信，只要内心向往光明，就能战胜一切黑暗。虽然在与迪莫杰厄的战斗中再次战败，但超古代文明的巨人感应到了大古内心的意志，将所有自身剩余的光全部传给了迪迦。闪耀迪迦再次登场，最终终结了跨越3000万年迪迦曾经留下的恩怨纠葛。之后，互生情愫的大古与丽娜顺利完婚，他们俩也移居到了火星，开始了新的生活，并决定以人类的身份继续平凡生活下去。再后来也拥有了一对儿女，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完美的结局。通过大古的旅程也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最辉煌的光芒往往源自最平凡的人性，这也是奥特曼系列中具有着标志性意义的理念之一。